闺蜜苏欣婉的消息发过来时，我刚拍下一套2000万的首饰。我点开那条视频，包厢内光线昏暗，贺明长腿交叠，怀里搂着一个娇俏的小姑娘，笑得宠溺。这小姑娘我见过，是贺明公司新来的实习生，而贺明是我老公。我们青梅竹马，是彼此的初恋。可结婚仅仅2年，他就在外面养了个年轻漂亮的。我攥了攥手机，按灭屏幕，有些疲乏。苏欣婉消息轰炸，全都是为我打抱不平。他贺明凭什么啊？还敢在外面养人？没有你，他什么都不是。贱男人！苏欣婉并没有冤枉贺明。结婚前，贺家一夜之间破产。我和他结婚后，贺家才借着宋家的事东山再起。可以说，贺家能拿到的资源和订单，都是因为宋家的原因。但贺明现在好像忘了。我给苏欣婉回过消息，消消气，我刚拍到了一套首饰，刚好适合你。苏欣婉，你是难受傻了吗？别吓我，我马上来陪你。苏欣婉的关心让我心中划过暖流。或许难受吧，但更多的是失望。上车后，我靠在后座揉了揉太阳穴，星空顶映入眼帘，心情好了些许。这辆车是结婚时我爸送的，落地价832万，坐起来就是舒服。好在人虽然会变，但车没变。我的意思是，男人和钱相比，还是钱更可靠。车子平稳行驶，快到家时，手机上多了一条好友申请。看着头像上那张青春靓丽的脸，我让司机调转车头。咖啡店内，林妍可坐在我对面，她一身白裙，满脸倔强地看着我。姐姐，我和你不一样，我爱的是贺明这个人。你成天在家享福，花钱大手大脚，怎么能体会他工作的辛苦？我搅动着咖啡，手腕上宝格丽 Serpentine 系列的手镯与白金满钻的戒指相得益彰。成天享福，花钱大手大脚。我不置可否地挑了挑眉。谁让我有钱呢？从前我是别人口中的宋大小姐，现在我是随便就能买下一座小岛开发项目的宋总。我为什么不能花钱？林妍可皱了皱眉，似乎是不解我为何不生气。姐姐笑什么？我和贺明是真爱，你不懂。我目光落在他衣服上香奈儿的 logo 上。这件裙子虽然是国际款，但他几年的工资都买不起。我勾起嘴角，挑了挑指甲，美甲上贴的钻石光芒夺目。你这件衣服我前年就穿过了，下次让贺明给你买件好点的。林妍可面上瞬间涨红，死死咬着嘴唇。我浅啜了口咖啡，准备离开。对面的林妍可咬着嘴唇，看向门口，怯生生红了眼眶。我正好奇，林妍可弱弱地出了声：“贺总。”我一转头，是贺明迈着大步朝我们走来。贺明站定，他微微皱着眉头，随即往林妍可那边站了站，挡在了我们中间。林妍可从贺明身后探出半个脑袋，像只受惊的兔子，小手紧紧抓着贺明的衣服。他眼中带着维护：“清婉，说话别那么难听。我和小妍不是你想的那样。”哪样？林妍可说的那么直白了。贺明也偏向他，两人的关系昭然若揭，没什么好抱歉的。事已至此，我肯定是要跟贺明离婚的，只要贺明承担得起离婚的代价就行。毕竟刚结婚那会儿，贺家靠着宋家，但现在贺家靠着的是我这个宋总。贺明没来得及说话，林妍可首先站了出来：“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跟贺总说话？”我双手环胸，目光落在贺明皱起的衣襟上。林妍可也注意到了，咬着嘴唇柔柔道：“我不是故意把你衣服弄皱的。”说着，还伸手想抚平衣服上的痕迹。贺明轻轻攥住了林妍可的手腕：“没事，不就一件衣服，再买就是。”看着贺明如此大方的模样，我心中嗤笑一声。这身高定西装是国际顶尖设计师定制的，独一无二。设计师和我交好，所以才愿意为贺明设计一套。再买一套？说的可真轻巧。是想沾我的光，再白嫖一件的意思吗？或许是我的目光太过赤裸裸，林妍可又向贺明身后躲了躲，一脸害怕，好像是我欺负了他一样。贺明见状，脸色有些不好，语气有些冷：“我们之间没什么，小妍胆子小，你别欺负她。”可我明明什么都没做啊！第三者是他，我才是那个受害者。我拎起包包，转头出了咖啡店。回到家中，我洗完澡，给律师打了个电话，让他草拟离婚协议。助理走过来，将一份合同递给我。
是海岛旅游度假村的项目，要我签字。去年结婚时，我买了一座小岛，同事们动作还挺快，现在项目就已经提上日程了。签完字，助理提醒道，明天约了琳达上门定制这一季的衣服，记得别睡过了。没结婚时，他就跟着我，因着年纪差不多，我们倒是处得像朋友。我正想点头，贺明的妈妈却打电话来，说我晚上回老宅吃饭。第六感告诉我，这场晚宴绝对不太平。我想了想，还是道，让琳达后天来吧。随后，我换了一身 Gucci 的长裙，踩着迪奥小猫眼高跟，特意带上了拍卖会上拍下来的另一套首饰，贵气逼人的向老宅去。刚到，我就看到一个不速之客，林嫣可和贺母坐在沙发上，两人说说笑笑，其乐融融。就连我打招呼，贺母都没听到。直到林嫣可出言提醒，贺母才看向我，然后不冷不热地让我坐。华丽的水晶灯倒映在光洁的地板上，可以看出林嫣可精心打扮过，却还是和奢华的客厅格格不入。刚坐下，便听到贺母的小声嘟囔：“你就这样来的？”我微微一愣，不相信竟然有人脸皮厚到这个地步。他向来不喜欢我。我和贺明结婚后，贺家公司靠着宋家开始慢慢运转起来，贺母却只觉是贺明有能力。可我从不跟他们计较，总是愿意顾及彼此的面子。每次来时都带着不菲的礼物，贺母礼物照单全收，背地里却还数落我。这次见我没带礼物，贺母显然是不开心了。我笑了，我的婆婆和我老公的小三谈笑风生，满意的恨不得我赶紧跟他儿子离婚，还好意思怪我没带礼物。我点头，不然呢？贺母见我脖子上又戴着今天新拍下来的项链，立马开口，今晚啊，不是妈说你也要体谅贺明，你不挣钱，不知道他辛苦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又看向林嫣可，还是小言贴心，看着孩子瘦的，来尝尝阿姨的燕窝。贺母现在是连样子都不愿意装了。没记错的话，这燕窝是前2天我找专机在国外运回来的。他嘴上数落我，实则吃得不亦乐乎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咱家是又要破产了吗？一条项链而已，值几个钱？很遗憾，这样的项链我不仅戴着，我还买了几百条，摆在家里的柜子里看。贺母被我噎得面色难看，还是林嫣可解围，她才不至于如此尴尬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动静，贺明回来了。贺明进门时愣了一下，他显然没想到林嫣可也在。贺母看着我，拉着林嫣可站起身来：“阿明，回来的正好，待会儿我有事宣布。”林嫣可也像只快乐的小鸟一般跑向贺明身边。贺明的目光落在林嫣可身上，脸上划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。看向我时，他目光中带着闪躲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我拨弄着新换上的梵克雅宝手链，戏谑地看着他：“你妈叫我来的。”贺明看向贺母，眼中闪过一丝烦躁，但贺母浑然不觉自己有什么问题。饭桌上，他更是其乐融融地宣布要让林嫣可在老宅住上几天。林嫣可眼中窃喜，贺明夹菜的手一顿。贺明虽然有心，但也不想把事情闹到明面上，奈何他妈妈铁了心的想要打我的脸。我有一搭没一搭的吃着饭，看着几人作妖。看来东山再起久了，贺家已经忘了那段穷困潦倒的日子了，觉得自己又行了，等再破产一次就老实了。林嫣可虽极力控制，但还是忍不住多吃了半碗饭。厨师可是我专门从做过国宴的师傅的弟子中挑的，月薪30万聘请，更不论做饭所用的水、食材，用的都是最新鲜的，大多数都是当天空运来的，味道可不是要比平常的菜好。贺母和林嫣可吃得满面红光时，我把离婚协议拍在了桌子上，直言道：“贺明，我们离婚吧。”几人顿时愣住了，都没想到我会如此直接。贺明最先反应过来：“婉婉，你开什么玩笑？”贺母也瞬间变脸，用对待林嫣可完全不同的态度，将筷子往桌子上一拍：“宋清婉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不过是留小妍住2天，你又在耍什么脾气？”林嫣可又摆出一副怯生生的样子，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我看着贺明，眼中尽是嘲讽：“开玩笑，他外面养的都要住到家里了，我还不离婚留着过年吗？”这顿饭他们不欢而散，我倒开心。我让贺明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，贺明找借口推脱，可逃避有什么用呢？刚好苏新婉打电话过来了，我出去接了个电话，没想到林嫣可也跟了出来。她小心翼翼地
完全没了在咖啡店的理直气壮。我理了理头发，拨了一下耳朵上的卡地亚耳环，双手环胸。我倒要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林嫣可一副小白花的模样，向我道歉，说我要是不喜欢他和贺母一起住，他待会儿就走。我心里想着离婚协议的事，并不想理他。林嫣可却得寸进尺，是我不好，害得你们吵架了，我只是想多了解些贺总，并不是想拆散你们。林嫣可小小的揪着眉头，我见犹怜。我笑了，他就是用这么拙劣的表演拿下贺明的。贺明是在公司的时候把脑子塞进碎纸机了吗？不过我还是笑道，反正我要和贺明离婚了，你想怎样都无所谓。林嫣可眼底深处闪过一抹雀跃，谁知我路过他时，他重重跌坐在了地上，正好卡着贺明出来的时间。贺明焦急地将林嫣可从地上扶起来，看向我的眼中有责备。婉婉，有什么气你朝我撒？你为什么对小妍抱有这么大的敌意？我冷笑一声，贺明眼睛不用可以捐了，像他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模样，还有这个被耍得团团转的脑子，贺家不破产谁破产？我看向贺明握着林嫣可的手，离婚协议记得签。贺明有些急，抓住了我的手腕。婉婉，你在闹什么？我和小妍是清白的，是他单方面喜欢我，我怕你误会了生气才没告诉你。怕我误会生气，真是太点了。我直接翻出那条视频，甩在了贺明脸上。贺明脸色极其精彩，起初是震惊，而后是慌乱，最后脸上竟然爬上一丝愠怒。你找人偷拍我？我将他破防的过程尽收眼底。男人恼羞成怒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你掌握了证据，坐实了他的罪行。用得着偷拍吗？他自己做的那样光明正大，想不被人看见都难。只听贺明继续说着，宋清婉，你总是这副模样，你在意过我的感受吗？是，你是宋家大小姐，从贺家出事开始，你就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但贺家现在也不是从前那个破产的贺家，没有你的施舍，我也能把公司做好。我微微一愣，贺明竟然是这样想的。那贺家刚开始重新运转时，我陪着他工作到深夜，我帮他拉关系、找资源，这些在他眼里都成了施舍。那我这2年过得可真够大冤种的，心中的恶心几乎达到了顶峰。你要这样想，那我也没办法。我气急反笑。离开前，我再次提醒他，记得签离婚协议。身后传来了贺明的怒吼，以及林嫣可安慰他的声音。贺明其实是不想跟我离婚的，因为他想要的是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。我刚出老宅，他就追了出来，消息也是一条接着一条的发。我将他拉黑，和苏星婉坐私人飞机，连夜去了马尔代夫度假。离婚协议的事，我全权委托给了律师。贺明不想离婚，一直拖着，但林嫣可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她怀孕了。消息传到我这儿的时候，我正和苏星婉在沙滩上晒日光浴。苏星婉说，你都不知道，我哥说我们出来度假以后，贺明都着急成什么样子了。我啊，就喜欢看男人急得上蹿下跳的样子。我推了推鼻梁上的墨镜，看了一眼手机，是贺明换了第108个手机号给我发过来的求原谅短信。贺明说，他和林嫣可之间是清白的，是林嫣可一厢情愿喜欢他，而他那晚说的也都是气话，并不是他的本意。我觉得可笑极了，换了个舒服的姿势躺着，是不是他的本意都已经不重要了？他说的好听，将自己摘了出来，要真像贺明说的那样，难不成林嫣可一个人就能怀孕？我只回复他了一句话，我知道林嫣可怀孕了。一直跳动的消息忽然停止了，贺明再也没有发短信过来。我关了手机，和苏星婉开开心心地度过了一个假期。回洛市的第2天，贺明和林嫣可就找到了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里。他将刚签好的离婚协议递给我，我随意翻看着手上的文件。在马尔代夫时，我让助理拿下了城南的那块地。我扬了扬下巴，示意他将协议放在桌子上。贺明面对我这样的态度，眼中情绪复杂，沉默着没说话。林嫣可却满面春光，一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样子。我将2人当成空气。苏星婉生日快到了，我打算在城南盖一座游乐场送给她，当做是给她的生日礼物。见我并没有话说的意思，贺明手心摩挲了一下膝盖，做事要离开。我眼皮子都未抬，慢走不送。待2人离开，我翻看着签好的离婚协议，心里顿时一阵畅快。除了贺家的仨瓜俩枣，
贺明可以说是净身出户。结婚前他签了婚前协议，我所有的婚前财产都做了公证。要是离婚，贺明分不到我1分钱。我环视别墅，新中式装修沉稳大气，客厅内摆的红木家具一件就上千万，这样的房子我名下数不胜数。就连贺家的装潢都是我结婚时添置的，毕竟那时候贺家没落，爸妈不忍心我受委屈。离婚冷静期过后，离婚证很顺利的到手了。刚从民政局出来，林嫣可朋友圈就更新了，她道好事多磨，往后也是贺太太了。配图是一张孕检单，我嗤笑一声，我明白贺明为何会忽然愿意跟我离婚。前2年贺明压力大，加上应酬喝酒，诊断出了弱精症，医生说他有孩子的几率会很小。可现在林嫣可怀孕了，他贺家的江山后继有人了。可惜了，贺家的太子只能继承锅碗瓢盆了，因为我撤回了给予贺家的一切支持。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我，他这个贺总还当不当得下去。贺明从我们从前住的那套房子搬了出来，和林嫣可一起住进了老宅。想着老宅里的布置全都是我花了心思的，怎么可能让他们就这样舒坦住着。苏兴晚打电话叫了人，开着车库里最贵的超跑和我一起去了贺家。出发前他还特意叮嘱我打扮得靓丽一点。等我们2人到的时候，搬家公司已经在搬东西了。贺明站在一旁黑着脸，贺母气得手都在发抖。林嫣可目瞪口呆。工人说最华丽的那盏水晶灯不好拆卸，可能会坏掉。那盏灯是贺母最喜欢的，林嫣可也赞不绝口，觉得很有豪门的格调。我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让人拽了下来。坏就坏了，能值几个钱？就是坏了扔到垃圾堆，我也不会便宜了他们几个。林嫣可看着空落落的大厅风中凌乱，反应过来后，她眼眶瞬间红了。你干什么？这些可都是贺家的东西，你信不信我报警？我停住了上车的动作，扭头看向他，嗤笑一笑。贺家的东西？贺明没告诉你，他签了婚前协议，这些都是我的东西吗？贺明脸黑得像锅底，贺母更是恨得咬牙切齿。但我说的是事实，他们无法反驳。我利落地上了车，苏兴晚坐在驾驶位，推了推自己的墨镜，看向林嫣可道，嫁给贺明算是对了，你的福气在后头呢。说完，他轰鸣着发动机扬长而去。我坐在副驾驶失笑，苏兴晚还真损。我早就和贺家那些合作伙伴打过招呼了，贺家的公司也是时候破产了。想着我刚回洛市的第1天，林嫣可就找上门来。那天她身上穿的衣服明显上有一个档次，脖子上戴的项链是我结婚时婆婆戴在脖子上的那条，就连出行的车也都换成了宾利。可能是衣裳穿的高档，林嫣可也有了些底气。姐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打扰你的，只是你也知道我怀了贺明的孩子，姐姐拖了这么久，还是尽快去离婚吧。她胳膊上挎着爱马仕的包，优雅得体地站在那，脖颈细白纤长。那时我以为自己是听错了，还微微愣了一下。原来林嫣可以为我去马尔代夫度假这段日子，是在逃避现实，拖着不愿意离婚。我是该说她天真好，还是说她蠢好呢？回过头来想想，苏兴晚说的也没错，她这样苦心孤诣的想跟贺明在一起，说不定真是像她说的那样，两人是真爱呢。她的福气确实在后头呢。我打算跟苏兴晚住一段时间，城南游乐场的项目要提上日程。这天，我和苏兴晚去会见设计师，却遇见了顾慈。顾慈是我的直系学长，大学轰轰烈烈追了我4年，他蝉联4年奖学金，获得保研出国的机会。设计师是他在国外的朋友，这次他陪朋友一起来的。交谈很愉快，按照苏兴晚的喜好，设计图纸的最初规划很快敲定。结束时，顾慈叫住了我。阳光从落地窗打进来，他半边身子站在光里，下颌线清晰可见，美得棱角分明。苏兴晚一脸吃瓜的模样，毫不犹豫地将我丢下，退了出去。空气有些沉默，我率先打破了尴尬的场面，大方道：“好久不见。”顾慈将手上精致的包装递给我：“好久不见，知道你肯定忘了吃早饭，你最爱的那家。”我愣了一下，刚才进来时我就注意到了他身边的袋子，没想到是给我的。谢谢，我坦然接过，扬了扬手上的包装，有空请你吃饭，待会儿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顾慈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边，嘴角挂着和从前一样的温和的笑。好，等你消息。
回到办公室，苏兴晚就一脸八卦地凑了过来。我敲了敲他的脑袋，将还热乎的点心塞进了他的嘴里。苏兴晚无辜地瞪着眼睛，被糕点噎得说不出话。我也尝了一口，甜度刚好，我勾起嘴角。顾慈还是这样细心。不过目前我对他没有想法。贺明的公司岌岌可危。离婚后，我带走了自己全部的婚前财产。从前看待宋家才跟贺家合作的那些公司，纷纷退避三舍。就算已经签约的，也不惜赔了违约跑路。贺明的公司离破产只剩下一步，日子越发难过。而林妍可怀孕后变得愈发娇气，衣食住行都要最好的。这些对从前的贺家来说是九牛一毛，但现在那可谓是雪上加霜。贺明在公司忙得焦头烂额，回到家里还要面对高消费的妈妈和情人，他简直疲惫极了，已经很久都没回家了，一直泡在公司。苏兴晚在说这些时，脸上满是幸灾乐祸。我打开手机，朋友圈最顶端竟然是林妍可发的一组9宫格限量款的爱马仕包包，配文是有人说我的福气在后头，那就借你吉言啦。像是急于证明自己，又像很窝囊的反击。抱着看跳梁小丑的心态，我给他点了个赞。苏兴晚敷着面膜，说话间有些口齿不清。谁让贺明干出这样的事呢？现在他去银行贷款都贷不下来。贺家啊，又得破产了。又字被他拖得很长。而我正坐在化妆镜前，随手将新送来的 Harry Winston 高定项链扔在盒子里。苏兴晚顿时调笑，你轻点，你这条项链都够买贺家的公司了。要是让贺明他妈知道了，不得气得抽过去。我失笑，这小妮子嘴真毒。不过话说的在理，自从我结婚，贺明妈妈就无故不喜欢我。她总标榜自己儿子优秀，能娶到我是理所当然。现在他优秀的儿子自由了。正说着话，苏兴晚的电话响了。他说过2天有个晚宴，让我陪他一起参加。我稍加思索，也行，反正没什么事。正好告诉他们，宋家大小姐要回归了。宴会前，苏兴晚特意让人给我送来了 Alexis Mobile 的高定裙子。绿色的裙子温婉灵动，造型并不夸张，简约的版型将高级感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搭配上同色系的翡翠耳坠，整个人看起来清冷又高级。宴会现场，悠扬典雅的小提琴声缓缓倾泻。场内能来的都是洛氏有头有脸的人物。我和苏兴晚同众小姐太太寒暄着，忽然我听到了一道熟悉的声音。走近了才发现，果然是贺明。他正站在一个有些秃头的老总身边，微微低着头，面上还带着些窘迫，身旁还跟着不知所措的林妍可。苏兴晚激动地扯扯我看好戏。那老总我认识，姓张，算是贺家这个行业的龙头老大。只见张总看着贺明一脸嫌弃，这就是贺总求人的态度吗？叫你给我倒个酒都不愿意，那还谈什么合作？贺明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强迫自己扯起一个笑容。张总，话还没说完，林妍可义愤填膺地跳了出来。张总，我来给您倒酒，您就别为难贺总了。林妍可又使出了他那套善解人意的招数。饶是我不是看笑话的人，心中也忍不住幸灾乐祸起来。张总是什么人？出了名的难缠，最不喜欢的就是人服了他的面子。林妍可这套，张总根本不吃，甚至是厌恶。果然下一秒，张总讥讽的声音响起：这就是贺总的新夫人吗？还真是比从前的差远了。我看啊，我们的合作就算了吧。张总冷哼一声，转头时却看见了我。他脸色变得快，举着酒杯就朝我走来，仿佛刚才那个疾言厉色的不是他。宋总，好久不见，我这刚好有桩生意要跟你谈呢。我笑着回应。贺明尴尬地站在原地，林妍可眼里蓄满了泪水，还是那副怯生生的模样。贺明眼中闪过一抹厌烦，他抬头间对上我的视线。我举杯，大方朝他示意。贺明扯出一个苦涩的笑，耷拉着头向角落走去。林妍可恨恨地跺了一下脚，提着裙摆跟上贺明。跟张总寒暄结束，苏兴晚继续跟我八卦。听说贺明是卖了林妍可的那只爱马仕包，才找路子挤进这场宴会的，为的就是找张总合作，但现在看来泡汤喽。苏兴晚笑着撇了撇嘴。我仰头品了口香槟，嘴角挂着浅笑。贺明怎么样，都已经跟我无关，但是笑话嘛，我还是要看一看的。低头间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
顾慈捏着酒杯对我遥遥相敬，我一回之，却并不想与他多做交集。宴会结束，我在场外碰到了贺明，他好像在刻意等我。我原本想避开他，他却径直走了上来。近距离观察，我才发现贺明的憔悴，眼下的乌青与下巴的胡茬，还有发间生出的零星的白发。苏兴婉想开口，我将人拦住了。贺明踌躇许久道：“婉婉，好歹我们夫妻一场，能不能别做这么绝，断了我所有的路？”我嗤笑一声。贺明到现在都还觉得是我做了手脚，他的公司才没人合作。可他根本就没有想过，当初若不是我和宋家，根本就不会有人和贺家合作。贺家之所以倒台，一大部分原因是贺府生意场上风评太差，最后出事时大家都踩上一脚。贺家名声不好，那些公司全都是看在我和宋家的面子上合作的。现在我们离婚，就算我不说，没了宋家监督和担保，也没人愿意冒险和贺家合作。但贺明从不这样觉得，他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努力，没有我他会更好。所以刚刚结婚2年，他就腻了，毫不犹豫地背叛了我们的感情。贺总，有空还是多反思一下自己吧。我懒得跟他多解释，说了也是对牛弹琴。苏兴婉更损，从耳朵上摘下一只耳环，砸在贺明身上。诺，这只耳环够给小情人买个包了，便宜你了，以后别再来找婉婉了，不然我今晚就让贺家破产。苏兴婉扬了扬拳头，冷哼一声，拽着我离开，留下贺明一人风中凌乱。第二天，我接到了贺母的电话，他还是像从前那样尖酸刻薄。宋清婉，你安的什么心？看我儿子这么优秀，你故意打压他是不是？你的心真黑啊！我钻了钻耳朵，将手机拿远了几分。是又怎样？所以呢？打死我！你有空还是多关心关心您儿子和林妍可肚子里的宝贝金孙吧。贺母大声喊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我果断挂了电话，然后将张总发给我的资料转发给了贺母。与此同时，苏兴婉看着手机，又激动起来：“婉婉，贺家又破产了？这么快吗？我以为贺明还能坚持一段时间。”我看着爆掉的热搜，有些奇怪，贺家破产而已，怎么会登上热搜第一？下一秒，我再刷新一下，热搜立马又变了。井号贺家破产，井号贺明出轨报应，井号贺明被戴绿帽子，井号。仅仅1秒钟，这几个词条直接冲升了前3。心中的谜团在接到顾慈的电话时，一切都解开了。张总有求于我，想要拿下城南和海岛度假村的合作。在林妍可对张总发出一些暗示性的话后，张总就去进行了调查。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林妍可不像表面那样人畜无害，她暗地里还有个男朋友，肚子里的孩子也不是贺明的，她只是单纯的把贺明当成了提款机，而贺明显然不知道自己被戴了绿帽子喜当爹。张总将资料尽数发给我，我又发给了贺母。而贺家迅速破产，加上这爆掉的热搜，无疑是顾慈的手笔。我问的直白，是你做的？顾慈的声音有些心虚，打辩论赛都口齿伶俐的他竟然有些结巴。是，但是清婉你别生气，听我解释。听着他着急的语气，我有些失笑出声。顾慈不解，清婉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挺好的，谢谢。我心中原本是有些不舒服，但助理很快查到贺明昨天晚上被我拒绝后，竟然找了媒体给我和顾慈的脏水。我心中一阵恶心。当初我坚定地选择了贺明，是他贺明自己出轨，现在却倒打一耙。难怪一向懂分寸的顾慈这次直接对贺明出手了。苏兴婉加了把火，将从前贺家破产又靠着宋家吃软饭的事抖了出去。贺明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现实中都直接被锤死，彻底没有翻身的机会。再次听到贺明的消息，是他被人打断了腿，躺在医院交不起医药费。宴会那晚过后，贺明回去就和林妍可大打出手，他觉得是林妍可毁了自己最后的机会。第二天，贺家光速破产，林妍可直接打了孩子，带着贺明曾经买给他的奢侈品逃了。没多久又傍上了一个暴发户，而贺明算是彻底在行业中被封杀了，想要东山再起简直是做梦。他眼高手低，看不上普通的工作，更何况他过惯了高高在上的日子，怎么能忍受当打工人的日子？在别人的忽悠下借了许多高利贷，准备放手一搏再创业，没想到对面是骗子，
直接捐了钱跑路。贺明还不起高利贷，可怜贺母养尊处优大半生，还出去打工为自己儿子还债，但也是杯水车薪。在最近一次的催债中，贺明受不了辱骂，跟催债的人干了起来，最后被人打残了一条腿，躺在了病床上。贺母没办法，把电话打到了我这儿。婉婉吗？是妈不好，从前那样对你，你能不能大人不计小人过？你和贺明好歹夫妻一场，你不能不管他。贺母的声音带着哭腔。眼前的模特一波波走过，我随手一指，心情不错，对琳达道：包起来，我都要了。琳达高兴极了，对面的贺母声音一噎。我嗤笑：贺女士，我这还忙着挑衣服呢，至于贺明呢，我爱莫能助，先挂了。挂了电话，我直接拔了电话卡，专心地挑起衣服。没一会儿，苏星婉笑意盈盈地从2楼下来，看着她这副模样，就知道她有事儿。果然，她坐在了我身边，用娇滴滴的声音问我：婉婉，晚上有时间吗？我挑了挑眉，苏星婉有些心虚，顾此晚上组了个局，我们一起去呗。我向后靠了靠，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不去，我故意的，他怎么自己不来说？苏星婉摇着我的胳撒娇，他答应把程宇也带来的。我恍然大悟，程宇就是游乐场的设计师，也是顾此的好哥们。看来苏星婉有情况啊。好，为了姐妹的幸福，那我就牺牲一下。晚上的局在游轮上，都是认识的，几个人玩得热闹。我靠在甲板围栏处，看着海天一色。忽然，吹向我的海风停了，我这才发觉有人站在我身边。转头是顾慈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